这是一个人类和异兽共存的世界。人类为了抗衡异兽，都觉醒了属性。有人可以操控火焰，横跨万物；也有人觉醒寒冰雨。而我意外穿越，发现我也觉醒了异能，却被导师评价为最没用的异能。只因我这能力可以制作出一种6面晶体，凡是吃下去的生物都会被我控制。但这个能力有个前提，那就是心甘情愿的被我控制。我这能力听着很厉害，但实际啥用没有。必须心甘情愿吗？等等，如果我吃了会怎么样？难不成能100%控制身体吗？如果说其他的生物会排斥，而我却不会，这种感觉是……搞错了，再来。去倒一杯水。好奇妙的感觉，像是身体在自己动，但是我也能感觉得到，只要不更改命令，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还有这消耗的依然是我的体力。那么去做500个俯卧撑。2坤半后，我的前生是个锻炼狂，本身可以做250俯卧撑，但是现在通过命令可以做500，这远远超出身体和精神的层次。如果不靠命令的话，我最多只能做300个俯卧撑。不过这能力依然没啥用，但是有异能就是。虽然我可以操控自我，但我的身体还是普通的体质，根本打不了野外的异能。不过就算打不过，我也可以靠着异能做很多事。第2天凌晨，这是9月昨晚设定的命令，早上4点起来跑步。虽然意识还在沉睡，但是身体自动动起来了。等到了6点，9月清醒了，发现自己人已经坐在食堂了。还真可以，原本也就想尝试一下，没想到身体真就按照我的命令执行了所有操作。就在这时，学校的校花洛诗雨来到了食堂，瞬间引起巨大轰动。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位身材窈窕、容颜美丽的少女。但是那是什么？9月看到了一只2米直立的巨大狐狸，大摇大摆地站在人群中间，而且所有人都浑然不知。早上好啊，9月同学。上回说到，披着洛诗雨的狐狸来到了9月的身前。早上好啊，9月同学。早上好，洛诗雨同学。他并没有停留太久，反而继续去打招呼。9月按照平时的速度吃完饭就走出了食堂。也许老师们有办法。9月面不改色的从校园室走了。看来老师也未必可靠，这些狐狸明显就是异兽，战斗力是多少都是未知数。如果不小心揭穿这些异兽，很有可能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这样就算有老师，也保不住自己，麻烦了。没想到学校里竟然潜伏着2只异兽，那么整个城市里会不会有更多的异兽？那2只异兽明显是潜伏在学校，不是1天2天的事。在吞下宝石之前，我和绝大多同学一样，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异兽。而这种变化就是吞了宝石才产生的变化。数分钟后，9月感觉整个世界都明亮了不少。这时忽然闻到了一股铁锈味，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浑然不知。这是鉴定成功，天赋契约宝石，服用会轻微提升潜力，并有1%概率觉醒新的天赋。不稳定的鉴定术，可对目标进行鉴定，双方实力差距越小，成功获取信息概率越大。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吧。通常而言，每个人都只能有一种能力，而我却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和觉醒更多的能力。目前来看，我主要的目标是好好的活下去，然后再搞清楚这座城市的真实状况。毕竟我可不想自己的课桌也成为染血的课桌。中午下课之后，9月草草吃了午餐，接着就离开了学校。异兽天长狐，天赋认知扭曲，常理颠覆。这天长狐恐怕已经渗透整个明珠城了。终于来到这里了。你好，我想找一个人。你好，请问你想找谁？苏静瑶，她今天应该刚到这里报道。我看一下，苏静瑶还在总部，需要我通知她过来吗？好的，麻烦你了。异兽天长狐，天赋认知扭曲，常理颠覆，莫名信任。这只天长狐的属性比之前遇到的天长狐还要强，
人类绝大多数都只有一种天赋能力，异兽则不然，一般都拥有3种也不算稀罕，这也是人类只能龟缩在城市里的根本原因。9月，你来找我干嘛？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巡防队，感觉怎么样？如果接受不了，那还不如跟我去种田。谁跟你去种田？我在巡防队才有可能变强，将来外出杀异兽，为我的爸妈报仇。好吧，看来你适应的不错，那我就放心了。你真决定要去种田？谁让我觉醒的是无用的呢？走了，下次再见恐怕要很久很久。下次再见。再见了，我的初恋。时间来到了毕业典礼前3个月，9月并没有离开学校，但也不再去教学楼，而是宿舍、操场、食堂3点一线，每天锻炼着身体，美其名曰为日后的种田生涯打基础。夜晚，9月盘坐在床上，再次凝聚出一枚契约宝石。鉴定成功，天赋契约宝石，不稳定的鉴定术，夜行者获得黑夜视觉，并且夜晚存在感大幅度下降，行动速度大幅度提升，处于阴影处完全隐身。果然多了一个天赋能力，果然身体轻盈了很多，轻轻一跳就能够碰到天花板。不知道现在我相当于多少级？觉醒者的等级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再往后就是顶级。至于顶级之上，还有王者级别的觉醒者。不过明珠城从未出现过王者，即使是城主，也只是顶级觉醒者。9月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接着走出宿舍。因为夜行者这个天赋，所有路人都并未发现他的存在。根据我的观察，天长湖的实力普遍在中级到高级之间。趁着夜色，9月记录下附近几条街的天长湖信息后，转身返回学校。接下来几天，他都以学校为中心，不断的搜集成立天长湖的资料。目前他心里已经大致有数，附近16条街都被天长湖渗透，最少生活着50只以上的天长湖。学校外，目前我发现最强的天长湖等级应该在25级到27级之间。至于学校内，那位装作老师的天长湖等级应该在29以上的实力，很恐怖。但最恐怖的还是那只披着落矢羽的天长湖。每次想要鉴定它时，心里都有一种感觉，一旦自己使用鉴定术，会立即被对方锁定。这只天长湖等级非常高，甚至可能是顶级异兽。现在情报已经搜集的差不多，可以确定，光靠我一个人不可能解释所有天长湖。问题是天长湖的能力太古怪，即使低级天长湖都可以轻易的瞒过高级觉醒者。要是有证据的话，重点终归是自己太弱了。第二天，9月发现自己醒来的时间又提早了，现在的时间是凌晨4点多，操场上只有他在跑步。放弃晨跑，自由行动。不知道是谁掉落在这里。鉴定失败，鉴定失败，鉴定成功。佩戴戒指后，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糟了，这戒指该不会是天长湖留下的诱饵？不好，没有人来过，怎么可能？不对，肯定有人来过，能够瞒过我，那必定是中级以上的觉醒者。幸好现在4点多天还没亮，所以我的存在感非常高。而佩戴暗杀戒指后，存在感又进一步削弱。原来不是只有我发现城里有异兽，现在想不通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为什么他要袭击落矢羽？难不成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个男的是否有组织？终归还是情报太少。再睡一会吧。9月，有危险，快起来！梦不对，醒来。9月下意识将戒指取下，塞进嘴里吞下，接着继续睡觉。落矢羽静静地看着他，仿佛是在看一场表演。殿下，为什么不将他？不是他，还有，不要浪费食物。是的。半小时后，果然一点都不能大意。还好刚才命令自己身体睡觉，但是保持大脑清醒。我每天都会晨跑，多多少少会有人注意到我，而今天没去，所以才会怀疑到我。锻炼还是太慢了，必须想办法搞装备。我虽然不想见到他，但如果今天反常的没有去食堂，显然会更加的可疑。听说了吗？昨天那个黑死星嘎了。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吧？昨天有人发现一个穿白衣、戴着面具的男人，他的死相极其凄惨，结果是黑死星。那个男的该不会就是他？没想到他会是一个杀手，恐怕他背后的组织已经发现了关于这些异兽的事情。可惜啊，他失败了，还打草惊蛇了。这段时间，天长湖肯定会暗中调查。9月回到了宿舍，继续修炼。鉴定成功，原来是升级了。鉴定术从不稳定的鉴定术变成了稳定的鉴定术，属性里因此多了等阶和等级。不过之前觉得我应该是3到4级之间，没想到我一直都是个1级小萌新。夜晚，9月来到了一家名为铁之魂的武器店。这家店是我2天前夜游时发现的，
通常是冒险家居多，并且冒险者都是由不够格加入3大团体的觉醒者组成。明珠城里正常的家庭，父母都不会支持自己的子女去当冒险者，所以冒险者中又有地位最低。简而言之，冒险者就是孤儿族裔，而我现在的身份正好是孤儿，所以进入这种店被怀疑的概率极小。这些武器的价格好贵，特别是最后的韩娘，价格是200万。明珠城的农民通常1年的工作也就3000明珠，也就是说我得工作666年才能买得起。老爷爷，你这里有没有更便宜的武器啊？你说什么？我儿子在等我吃饭。老爷爷，我说的是这里有没有更便宜的武器啊？什么？你说你是我儿子？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儿子。没事了，老爷爷，你先忙去吧。好嘞。不好意思，这家店暂时不卖东西。臭屁强，你又带大三去什么地方鬼混？大三呢？刘叔，你怎么又把店开了？我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我很快就会找到大山。整天就知道瞎混，赶紧叫大三回家吃饭。好的，刘叔，我回头就叫大山回家吃饭。我们现在先关店上楼。我就待在这里，万一有老顾客上门找不到我怎么办？好，我们就在这里，哪都不去。自从大山失踪之后，刘叔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差，经常都是恍恍惚惚。刘叔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这时，他注意到准备离开的九月。小兄弟，等等，什么事吗？我们出去聊了。小兄弟，你应该快毕业了吧？快了。不知道你对铁匠有什么看法？大哥，你的意思是？我也不瞒你说，那是我叔，比亲爹还亲的叔叔，他儿子也就是我兄弟大山，前段时间失踪了。现在刘叔人有些糊涂，我就想找个人照顾他，顺便帮忙看店。当然，平日我有时间也会过来教1、2手铁匠的活，别的不敢说，至少都可以出师。怎么样？考虑考虑。包吃包住吗？不但包吃包住，每个月还有100块钱薪水。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答复，可以吗？九月有些心动，但同时也有顾虑。那失踪的大山，该不会是被天长湖吃了？请你好好考虑考虑。对了，你来店里应该是想搞件趁手的家伙，这就当是交个朋友。最近城里气氛有点不对劲，你自己注意点。告别臭屁墙后，九月边走边考虑着要不要答应，目光自然而然落在匕首上。好家伙，这可是一份重礼，要不答应好了。这匕首的材质居然跟韩娘一样，那就叫你美人类。证据，如果我将他送到调查队，或许事情将会有所转机。调查队和巡防队并不一样，巡防队一共有13支小队，但小队长全都直接听命于巡防队总队长，而调查队是以队长为中心。甚至有许多调查队常年不在明珠城内，所以肯定有一些队伍并没有被天长湖渗透。干了！别动！冰灵，对方是觉醒冰元素控制的觉醒者。别回头，别说话，拿好，离开这里。九月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就离开了。那女人等级恐怕比我高很多，不然不可能发现我。现在是夜晚，夜行者天赋加上暗杀戒指的能力，能够发现我的人绝对不多。那女人能够精准的锁定我，必定比我强很多，或者对方有幽默、识破类能力的队友再给他提示。九月回到了宿舍。23南岳5练。现在是19号，还有4天就是23号，也就是说，对方的意思是5天后到一个叫5练的地方碰头。不过问题来了，5练是什么地方？九月心里明白，这暗号估计是为了防天长湖。那么5练肯定是天长湖无法理解的地方，猜不透。第2天，九月在填写毕业申请时，该不会是2个词语反过来写吧？越南练武。这谜题并不难，但知道的人绝对不多。应该说对方很了解。在明珠城的孤儿院不远，曾经有一家牛腩拉面店，因为招牌上牛腩的腩字裂开2半，所以看上去就像越南2字。九月还未进入明珠能力学院之前，经常在那个公园独自练武，瞎打王八球。从字面意思看，对方应该是要我23号去牛腩拉面店后面的小公园碰头。现在先去把毕业申请给解决吧。毕业申请非常顺利，毕竟他只是一个觉醒了无用级能力的废柴觉醒者，并不受重视。傍晚，九月收拾好了行李，就来到了铁质魂殿内。小兄弟，你来的正好，明天我得出一趟任务，大概要5天才能回来，正愁没人能照顾刘树。来，我先带你上楼看看。这家店一共3层，第1层是店铺，第2层是居所，第3层是工作室。九月选了一个房间，放好行李之后就跟臭皮强下楼。下楼时他才知道臭皮强本名叫裘强，不过因为从小街坊邻居都叫他臭皮强，他也不在意。而刘叔的名字叫刘铁峰，今年已经79岁高龄，原本有一个儿子叫刘大山，但前段时间失踪了。趁现在我还有时间，来教你一手，看好了。这就是明珠城最普通的刀。好了，接下来你来试试看。
第一次别紧张，往后你有很长时间可以慢慢练基础。头皮枪，这小子你哪里拐回来的？天赋都快赶上大三了。对了，大三哪里去了？不过说着说着，人又糊涂了。帮我照顾好刘叔，我还有事，先走了。刘爷爷，来喝点水。不过刘铁峰并没有搭理九月，而是低着头发呆。几分钟后，好了，杯子放下吧，那小子已经走远了。好了，其实我没病，心里也很清楚，大三多半是遇到不测。那您？大三的实力我很清楚，强子想调查大三去向，但我担心他也会遭遇不测，所以只好装傻，让他没有时间去冒险。虽然他很想搞清楚自己的儿子被谁害死，但却并不希望抽层涉险。他已经没了一个儿子，因此更不愿意看过去老战友的儿子也没了。那现在强叔就不会去冒险？不会，那小子心里一旦有牵挂就会像乌龟，不会轻易去找死。不过强子有一点说的对，你在锻造这一块很有天赋，不过强子不太会教人，而且对于锻造也不是特别上心，所以有不少疏漏之处。接下来几天我会教你真正的和面锻造术。接下来2天，9月都在学习中度过，直到22号夜。对方要求我23号在牛奶拉面店后的小公园泡泡，不过我打算先去台点熟悉环境，毕竟已经是3年前的事，都不知道有什么变化。在确定刘铁峰已经睡着后，9月趁着夜色离开铁之魂。而在铁之魂不远，一只天长狐正百无聊赖地盯着店铺的招牌，他完全没有发现9月已经离开了，甚至下意识忽略了自己的任务，只是呆呆地看着店铺。骆时雨从未放下对9月的怀疑，但他真认为9月是嫌疑人，那肯定不是主要领导者，所以才派遣手下，希望能够发现人类中的反抗势力。问题是白天9月行为很正常，晚上因为夜行者以及暗杀戒指的效果，派出的天长狐虽然还记得任务是什么，却总会下意识忽略关键的信息。几天下来毫无收获，今晚就是最后一次监视，如果再没有发现，这只天长狐就会放弃监视9月。10分钟后，9月来到小公园。不对劲，有一只异兽！不对劲，有一只异兽！异兽毒尾蛇，等级5。还好只是一只初级异兽，虽然有等级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如果我不解决，明天有孤儿院的孩子来公园玩耍时，就有可能被你给。所以，不过我现在有点体力不支，还是先回去比较保险一些。几分钟后，思思姐，你觉得你那位老朋友是人还是异兽？不知道，但我希望他是人。组织已经注意到一些异常，要不是这次他的反常引起组织注意，否则我不想直接接触他。如果明天我的命符粉碎了，你就直接引爆黑色密室。依我看，他肯定是异兽，直接击毙算了。不，至少我可以确定，那晚他的杀意是真的。唉，希望思思姐你是对的，至少他没有一口把这只臭蛇吃掉，或许真是人类。好了，这里不宜久留，我们走吧。第2天，9月如往常一样服用了契约宝石，这是新天赋，食火者可通过吞食火焰恢复体力。看来底牌又多了一个。9月这天都在熟悉这个新天赋。夜晚，在还未确认他是敌是友，我还是先潜伏在这吧。忽然，9月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黑洞。发生什么事了？现在你有5分钟来证明自己是人类。我本来就是人类，怎么证明？难不成你们没有办法找出城里隐藏的异兽？看来我猜对了，那么事情就简单许多。因为那张纸条，他应该认识小时候的元素。天长狐的能力是认知扭曲，所以只要拿出关于小时候的情报就好了。所以现在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自己。鉴定失败，在长达2分半的鉴定失败，终于刘思善，怎么可能？我竟然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忆。现在只有2种可能：一是他改名了，2是他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还有1分钟。死马当活马医了。你是刘思思，你是刘坤坤，你是刘备，你是……这都并不能证明你是人类。目前来看，他跟刘思思最像，毕竟名字都有思。现在只能赌一把。9月拼命的回忆关于刘思思的记忆。小练武，我想到了，他曾经教过我一招天崩地裂丝丝无敌拳。第1式，第2式，哈哈，第3式，哈哈哈，天崩地裂丝丝无敌拳。续集上回，9月在说出小时候刘思思所教的招式时，你真的是思思？现在第2个问题，根据调查，你的能力因为无法满足发动条件而被评价为废物能力。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你的行为如此反常？因为我把它吃了，身心完全归我自己控制，因此我才察觉到他们。察觉？妈，
我称他们为天长湖，固有天赋是认知扭曲和常理颠覆，整座城都沦陷了，就连巡访队也一样。不过我记得一部分天长湖的身份，你们可以试着核实，这样应该可以证明我是人类吧？说吧。9月说出了他所知的情报。我需要去汇报一下，你待在这里别动。你看我像是能动的样子吗？队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好消息。他将刚才9月提供的情报告诉了对方。各位，你们听到了吧？天长湖，你们谁听说过？我可以确定，明珠城附近过去从未出现过叫天长湖的异兽，但是那2个能力都曾经出现过，不排除是这2者结合留下的后代。也就是说，他提供的信息很可能是真的。既然对方提供了异兽准确的身份，就由我来验证吧。金波，别冲动。如果他是异兽，那么提供的情报必然是陷阱，从而专门放出的诱饵。不过我觉得可以赌一把。金波，由你带队验证对方给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将天长湖的尸体带回来。是，队长。某家早餐店忽然出现了一座门，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天长湖还没意识到就被秒杀了。我们走。与此同时，陆九死了，有人杀了陆九。瞬间，洛时雨出现在了100米高空。他突然感觉到又有一只天长湖被杀。找到了，那气息消失了，但很快气息又出现了，距离他更远的位置，又一只天长湖死了。失误，竟然敢！与此同时，金波小队已经带着2只天长湖的尸体离开明珠城了。他们离开明珠城一段距离之后，尸体突然变成了狐狸。这是好事，至少我们总算搞清楚敌人是谁。瑟瑟，队长，我在。从现在开始，你和曼妮负责在暗中保护他。他提供的情报非常关键，至于他的可信度，由你自己进行判断。冰冰会锁定你的精神状态，一旦你精神状态出问题，我会命令金波强行将你带离明珠城。还有，尽可能的确定每一只天长湖的身份。队长，那他现在算是什么身份？目前明珠城情况未明，他虽然提供关键情报，但不能保证这会不会是敌人设的局，所以暂时作为重要眼线。如果这件事顺利解决，再另行安排嘉奖。明白。验证了。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你发现天长湖会不会是对方故意设的一个局，所以抱歉，你只能作为眼线。除了提供天长湖的位置，我们暂时不会有更多的接触。不过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在暗处保护你。你有什么发现，晚上可以联络我。保护加监视，我懂，放心，我会配合好你们的。只要能解决他们，一切都好说。谢谢理解。不过我目前有个疑问，希望你可以回答我。我尽量。为什么城里那些高级觉醒者无法识破低级天长湖的伪装？其实这一点我们早就发现。根据队长猜测，明珠城里很可能潜藏着一只王者级别的异兽。异兽一旦出现王者，以王者为中心，一定范围内所有同族的异兽的种族固有技能都会得到来自王者的加强。王者？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据我所知，人类中并没有王者级别的觉醒者。难不成我们人类这一边有王者吗？没有，即使是队长，也只是顶级觉醒者。不过这些问题不需要你考虑，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找到所有天长湖，而我们会负责铲除天长湖。我晚会我会联络你。好的。9月返回了铁之魂。第2天，在昨天的经历中，我发现我还是太弱了，还是继续研究这新能力。食火者有什么可以开发的吧？你好，有人在吗？你好，有人在吗？请问这把刀多少钱？这把刀不是上次强叔用来演示顺手砍刀的刀吗？抱歉，这把刀不卖，那些标明价格的刀才是商品。那些刀都太贵了。我只是帮忙看店的学徒，抱歉，这个我做不了主。好吧。不过话说，你是几年级的学生？我怎么没见过你？因为明珠城只有一所学校，跟9月年纪差不多的学生，他都记得。我没上过学，我现在都是在一个武馆内学习。武馆吗？人走了呀？我好像忘了什么。算了，那么今天晚上外出顺便观察一下附近的武馆吧。夜晚。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吗？不是，又来。这里就是暗示，我长话短说。组织已经对天长湖的能力进行详细分析，那就是天长湖发动攻击时，其他人会将这一行为自动合理化。如果有天长湖攻击你，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暗号，否则在我眼里很可能看到的是你跟普通人在交谈。暗号不一定有用，这样我们多准备几个后手。当我拿出一枚硬币并且抛向空中时，就说明我遭到袭击。每当我遇到天长湖，我会用手摸的戒指，并且用戴戒指的手指指向天长湖，你看怎么样？可以，那么我把这个给你吧。这枚戒指和我佩戴的戒指是一对的。等等，它防火吗？不防火，这是我们后勤人员用能力制造的装备。那恐怕没用。你的能力不是贪婪宝石吗？这是贪婪宝石的能力之一。哦，看
看来你的能力很特别，不过我不会过多追问。既然你拥有这种能力，那正好可以将这个给你。这是玉牌。这2枚分别是冷玉和暖玉。冷玉遇到火焰就会把热量传递给暖玉，同理另一个也一样。这枚冷玉给你，一旦你遇到危险，只需用火焰覆盖冷玉，那么我手里的暖玉就会变得灼热，这样我就知道你遇到危险了。在确定好方案后，两人回到死胡同。人走了吗？那我现在还是先去附近的武馆看看吧，而且有他的保护我更有底气。半小时后，兽王拳馆吗？去里面看看吧。欢迎光临，这位同学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好贵，果然这兽王拳跟自己这个穷逼没有缘分了。那个，我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抱歉，这个不行，因为曾经有复制类的觉醒者参观时偷学武馆的拳法，所以传授武技的内士不能参观。好吧。9月回到了铁之魂，我之后也去了其他的武馆，现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穷，武馆的收费都太贵了，不知道能不能向刘思善申请活动经费。他的组织应该很有钱吧？这一段时间，9月白天留在铁之魂学习，晚上出去调查武馆的情况，顺便向刘思善指认天长湖，而他的天赋也升级了，从稳定版鉴定术进化到了战略版鉴定术，可以查看目标的阵营或者所属的势力。还有就是他终于厚着脸皮向刘思善申请活动经费，总共拿到了1万明珠币。9月再次来到兽王拳馆，并且购买了兽王拳前30的课程。这边请。你好，你不是上次那家武器店的那个？你是啊？对，上次就是他让我知道武馆的。没想到你也来这里学了。我叫王杰明。9月鉴定。好家伙，这王杰明简直就是后期大神，这恐怕以后的成绩至少能够成为高级甚至顶级觉醒者。各位，我们要开始课程了。鉴定。他的属性和刘思善差不多，看来明珠城的强者也不少呢。不过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教官一直在纠正王杰。我从未找到像你这样的学员，你不适合练拳，退课吧，我可以将学费退还。哎呀，白教官，我要学，请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学会。5天，如果5天内你还没入门，我只退还70%的学费。哈哈哈。好的，谢谢白教官。不过一直到下课为止，他都没有学会。从兽王拳馆出来，9月和王杰明正好同路，通过路上闲聊才得知，王杰明的父亲是调查队成员，他从小就在家里接受母亲和父亲的精英教育。话说，你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为啥要来报名武馆啊？主要是最近感觉我妈有点怪怪的，老是教我同一个东西，我想应该是没啥可教了，但碍于面子，为了不让她那么丢脸，所以我才拿出平时的积蓄到兽王拳馆报名了。上次也是没钱买武器了。我理解。半路，两人约好明天在一起去武馆，接着便分道扬镳了。9月老弟，我回来了，这次差点栽了，不知道什么鬼，外边野兽异兽都少了很多，我们不得不深入北边的山林，最后竟然遇到狼群，结果全都是异兽，而且又在林子里又遇到一群野人。那强叔你没事吧？没太大事，我趁机浑水摸鱼，最后不但安然撤离，我还搞到一件好东西。这是风之宝石，这是我从其中一个野人武器上抠下来的，也算是报了仇。来，上手，这玩意真品可不多见，城里赝品倒是一大堆，我先去找刘叔了，你慢慢看。鉴定。这是新天赋。这时9月忽然听到了许多嘈杂声。这是新天赋鉴定。果然是新天赋，不过这觉醒新天赋的概率真的是1%吗？风雨者这天赋是被动技能，也就是说风雨者带来的信息，我只能被动接受。思思姐，有事？你是不是有些情报忘了说？什么情报？天长湖除了种族固有的能力外，是不是还有别的能力？确实有一些天长湖还有额外的能力，不过我指认给你的天长湖都是普通的天长湖，并不具备额外的能力，所以我就暂时没提。刚才在清除天长湖的行动中，有一只天长湖情况不对，确定是别的能力？对，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似乎是某种通过语言使人信任对方的能力。这能力我知道，名字叫莫名信任，不过我只认的天长湖绝对没有额外技能。难道是他们对调身份了？但问题是我只认天长湖是随机，你们也是随机对天长湖出手，在你们出手之前，应该没有人知道你们会针对谁啊？也可能是预言一类的能力。我会试着观察，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结果再告诉你。第二天下午，因为店内没什么客人，所以就提前打烊了。9月已经跟刘叔说过，他在一家武馆报了名就让去。因为夜行者加暗杀戒指效果，9月走到王杰明面前，王杰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你怎么做到的？隐身术吗？只是你走神了，我们走吧，别迟到了。希望今天能学会元王式，毕竟答应了白教官，5天内必须将元王式练到入门，否则自己要退学。在接下来的课程都是学员的对战，不过白教官看上去没有再讲一遍的兴趣，只是在大家对练的时候上前纠正一些错误。最重要的是白教官没有再教王杰明，如果接下来几天都是这种情况，王杰明绝对不可能学会元王式。
话说，平时你中午有空吗？中午有的。那你可以来找我，就在上次你来过的武器店，我到时候教你元王式。不过能不能入门，只能看你自己。好，那明天你来找我。第二天，因为九月已经快熟练了，就开始教王杰。而在一段时间，九月也都在适应风雨者这个新天赋。生子拳最重要的就是冥想。他们家三少者，非人也。月是2死了，该死的人类！今天我要多吃2个。动作错了，重来。月6，你看那2个小孩，看上去味道不错。中午我们就吃这个。我和王杰明被盯上了。欢迎光临，你需要什么兵器？我看看。欢迎光临。刹那，他们的脚下出现了黑洞。这2只天长狐反应，默默瞬间就扑向九月和王杰明。小心，他们是异兽。说完，九月的手中凝聚出一股火元素能量。思思姐，再不出手我人就没了。不过刘思善依然没有出现。这只天长狐是终极异兽，等级是17级，而我才3级，双方实力太悬殊了。王杰明那边倒是刷的等级是5级，那只异兽是12级，虽然也没好到哪里去。双方一进一退，距离依然在拉近。30秒，他陷入绝境，被天长狐逼到死角。思思姐，你就那么想看我出去？说话间，另外一只天长狐也被刘思善抢。你们先回去，我已经替你们做好遮掩，有什么话晚上再说。不等2人询问，瞬间被弹出暗示。刚刚九月只是微微摇头，王杰明也心有明悟，就开始继续练拳。而九月也坐在火炉旁，吞噬火焰恢复体力。虽然刚刚与天长狐交手，实际上只过了半分钟，但我的体力、精神消耗都非常大，现在放松下来，甚至有一种虚脱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太弱了。天长狐在入侵明珠城之后，甚至学习人类的习惯，给自己取了名字。他们以月为姓氏，根据自己在族中的排行命名。而天长狐的首领就叫月王。此时，城主府内站着密密麻麻的天长狐，一只身材高大的金色狐狸坐在主座位上，而他身旁披着落尸羽的狐狸，正是月王子。这一周死了9个，看来人类已经找到破解我能力的办法。王，干脆做掉所有人类，直接接管这座城市。那你吃什么？吃草吗？接下来，天长狐纷纷加入讨论，讨论着变成骂战。瞬间一股威压笼罩了整个城主府。你有何看法？做掉所有人类并不现实，而且很浪费食物，可以想个办法把那些躲起来的人类引出来，一个一个清除掉。这时，城主府里唯一的人类副城主黄泽明出现了。王殿下，我们或许可以引其他种族进来，先把明珠城的水搅浑，然后集中清理掉一部分人类中的强者。您意下如何？哼，你认为这些人就藏在城里？3大组织，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还有一个队伍只有城主才知道。王，您当初重创城主，城主负伤而逃，此时下落不明，我怀疑他就藏在那个组织之中。我很清楚他不会离开城里，肯定在等待我们露出破绽。引其他种族进来这个主意不错，正好我想换换口味。我儿，如果由你负责清除人类中的强者，可有把握？有。那就把明珠城的水搅浑，我准备冬眠假寐，收缩自身气息。一旦我的气息消失，明珠城将没有任何防御可言。接下来就看我儿你的了。是，我会把躲藏在明珠城里暗害种族的人类一个个都揪出来。越王满意的闭上眼睛，接着呼吸变得悠长，渐渐那股摄人的气息变得淡薄，最多1个小时，气息将彻底消散。王已经冬眠假寐，所有月族成员不得离开城主府。你们跟着我，观察人类中的强者都有哪些人。侧面，而黄泽明也低着脑袋，但眼里却散发着冷光，嘴角逐渐上翘。夜晚，九月和王杰明再次回到暗室，发现那2具天长狐已经被清理干净。九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珠城怎么会有异兽？而且，他们真的是异兽吗？紧接着，九月将自己知道的情报告诉王杰明。王杰明听完愣住，接着脸色越来越差。怎么了？放心，我们杀死那2只天长狐，已经有人帮我们遮掩，其他天长狐不会找到我们。不是，我是在怀疑我妈被天长狐吃了，真的，她很不对劲。你不说我反应不过来，你一说我就感觉出来了。你先别自己吓自己，回头我去你家确认一下。现在先别多想。九月，你说，如果我妈真被吃了，那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为你妈报仇雪恨了。这时，九月也想起了自己的青梅，他又何尝不想替她报仇呢？片刻，刘思善出现在2人面前。思思姐，有什么想问的，趁现在赶紧问。我得到情报，城外的异兽似乎有暴动的痕迹，巡防队被天长狐屠戮一空，城防形同虚设。一旦其他异兽入侵明珠城，后果不堪设想。接下来我恐怕没时间顾及你了。这件事我知道，
天长湖一族的王假寐了。之前明珠城没有遭到其他异兽的侵袭，那是因为有他坐镇明珠城。现在他收敛自身的气息，所以其他异兽就开始蠢蠢欲动。通过风雨者天长湖开会的内容，他听了大半，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接下来异兽必然会入侵明珠城。不止如此，天长湖一族的王子也会趁机观察到时候出手抵抗异兽的觉醒者，并且着重清理他们认为可能是你们组织成员的觉醒者。原来如此，想把明珠城的秩序搅乱，重点针对出手的强者。明珠城人口100万，光靠天长湖根本不可能查清所有觉醒者的实力，毕竟有的会故意隐瞒实力，甚至根本没有登记在册。思思姐，你们组织有办法阻止这个计划吗？对方使的是阳谋，不过这样更好，只要对方的王不动，我们能做的事也不少。不等9月询问。好了，你们先回去，这件事我会上报组织，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太多的异兽入侵明珠城。说完，9月和王杰明就被弹回铁之魂。9月，我今晚可以在你这里睡吗？他不想回家，毕竟他不知道自己回家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刘思善也将9月提供的情报告诉了他们的队长司徒师白。天长湖准备把明珠城的水搅浑，你们怎么看？那些杂碎无非是想把人类中有潜力的苗子都掐了，依我看能干掉多少算多少。陈明，那能力怎么说？不妥，虽然我的能力预知未来被那只网级异兽干扰，导致我看到的未来多半是假的，但我有一种感觉，这次如果太过于激进，会死很多人。但也不能让那些狐狸好过。既然对方的王已经沉睡，那就让结界族使用幻光天幕，将明珠城分割成8个区域。幻光天幕吗？没错，在幻光天幕内，也是时候该让他们尝尝看到的都是假的滋味。深夜，一道看不见的黑幕房顶，火眼将整个明珠城分割成8个区域，又很快就恢复如初。第二天，没有人意识到明珠城已然发生变化，甚至是城主府里的天长湖都没有意识到问题。你们有没有感觉不对劲？没有，你发现什么了吗？只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是你的错觉啦，咱们赶紧完成王子的任务，把这些猎物拿回给同胞们吧。希望如此吧。虽然在金波他们的眼里，这些天长湖都是人类的模样，但他们都知道这是天长湖真相。思思姐，我们就是来看天长湖杀人的吗？继续往下看。你们这是准备要对那3只天长湖下手吗？不，这只是一次试探。你之前提到过的月王子才是重点，所以我们需要收集关于月王子的情报。所以你们想引诱他出手，他会来吗？我们的计划是尽可能的收集关于他的情报，如果没能收集，也要尽可能的除掉天长湖。要出手了吗？这是要变身了吗？金波的能力名为黄金之血，这能力使他的血液有着很多种的用途，变身就是其中之一。这3人身上都有一层天幕，在天长湖眼里呈现的是3只强壮的白云。先撤退。目标出现了，这么远的距离用鉴定应该没事吧？剑。发生什么事了？绝对不能用鉴定术，能力会惊动他，除非有人能拖住他，否则我绝对会死。这距离少说有个1000米，这么远的距离都会惊动他吗？没有说话，我为你治疗。王子是白猿，袭击我们的是白猿一族。白猿怎么可能？但他一直都参与，绝对不可能给我错误的情报。我们本身对幻术、催眠有着极高的抗性，不太有谁能催眠他，总感觉哪里有问题。与此同时，刘思善带着9月往城外的方向走。思思姐，我们这是要去哪？天幕的效果最多维持1周，所以我们只有1周的时间来搞清楚月王子的实力。我不清楚你需要多强才能对月王子发动能力，但显然现在你的等级太低了。所以呢？升级最快的方法就是战斗，所以接下来5天时间，我会带你去进行战斗特训，剩下1天时间返回，并找机会确认月王子的能力。那个，我们可以不去吗？自然，你有权拒绝，但下次你被天长湖盯上，我可救不了你。好吧，我去。不过之前我在铁之魂的工作，还有兽王拳馆的课程怎么办？我已经让王杰明帮你请假了，走了。虽然我不排斥，但我真不怎么喜欢被人牵着走啊。城外乱石滩，
思思姐，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不是说要进行战斗特训吗？为了确保我的特训能对你有效，接下来你可以全力攻击我，而我也会适当出手，以此测试你的极限。思思姐，你确定你不会失手？一个不小心把我切成2半？这不好说，你最好祈祷我别失手。